情绪来访时的5秒钟对话法。早上8点，你一手拿着吐司，一手抢着回讯息，同时还被小孩叫去帮忙找袜子。你心里想，冷静，我还撑得住。然后突然你手机上的讯息跳出来，是主管传的，这简报怎么这样处理？你忍了一早上的压力，1秒炸裂。到底是谁没在动脑啦？什么事都要我扛。传出去的语音，丢出去的东西，来不及收回。然后你坐在床边，内疚又懊悔，我怎么又这样了？情绪不是坏人，但会开快车。情绪的本能很快，快到什么程度？根据心理学研究，我们的大脑在面对威胁时，哪怕只是语气不对的讯息，不到1秒钟就可能触发情绪反应。生气、受伤、被冒犯、不被重视，这些感受就像是突然闯进你脑袋的小偷。问题是你还没搞清楚是谁敲门，就已经开门放进来，还帮他泡了茶。那怎么办？难道只能等爆炸后才后悔？其实你只需要多做一件事，在情绪来访的那5秒钟跟他对话。5秒钟真的有用吗？这是很多人第一个怀疑，5秒钟能改变什么？来，我们换个方式想，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差一点就按下送出键，结果朋友突然打来，你聊了一下，挂完电话时你突然觉得，还好没发出去。短短一通电话让你整个判断都变了。这不是因为时间变多，而是你多了一个角度看情绪。5秒钟对话法就是给你那个角度，不是让你压抑，而是帮你暂停、观察、选择。很多人以为处理情绪就是压下去，不要想太多，忍一下就好。但这些方法都没办法长久，因为情绪不是坏人，它是来传递讯息的。生气，你可能感到被不公平对待；难过，你可能正在哀悼一份失去的关系；焦虑，你可能渴望掌控，但现实不允许；嫉妒，你可能其实是担心自己不够好。如果你一看到情绪就大喊走开，那你就会一直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。而5秒钟对话法就是你打开门，看清楚这个信差要交给你什么。在你情绪炸裂之前，给自己5秒，问以下这3句话。问题1：现在我内心真的在感受什么？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在生气，其实是在受伤。我们以为自己是在焦虑，其实是害怕失去控制。当你问出这句话时，你就让自己从情绪里抽身出来一点点，这不是冷静，而是清醒。举例，面对主管发火，你不是只感到气，而是内心说，我觉得被羞辱了。面对孩子顶嘴，你不是只觉得怒，而是我是不是当爸妈当得很失败？当你这么问，情绪的标签就开始清楚了，而不是模糊一团。问题2：这个情绪是不是在提醒我什么？这句话是让你从反应进入理解。急躁可能在提醒你事情太多，你该放下了。愤怒可能在提醒你，你总是压抑自己的需求。难过可能在说，你其实需要安慰，而不是解决问题。问这句话不是要你立刻解决情绪，而是认可它的来访是有意义的。问题3：我可以怎么选择更符合我价值的回应？这句话就是行动的开关。它不是问我要不要爆发，而是问我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如果你想成为尊重他人的人，那你可能选择先暂停，晚点再谈。如果你想成为诚实的人，你可能选择平静地表达受伤。
如果你想要保护关系，你可能说，我现在需要一点时间，我们晚点谈好吗？这不是退让，而是有意识的主导你怎么回应情绪。这个敢提回三字诀可以帮你避免情绪炸裂，有效疏解情绪。从真实故事看5秒钟的力量。案例1，办公室里的即将爆炸。Amy 接到主管的批评，一向自尊心高的她脸马上红了，本想顶嘴，你有搞清楚状况吗？但就在那5秒，她对自己说，我其实是觉得自己被误会了，很委屈。接着她选择了说，我了解您的担忧，我晚点补资料给您，也想说一下我的思考逻辑。结果那次反而让主管对他印象更好，甚至主动约他深入讨论。案例2，育儿现场的崩溃边缘。Jason 儿子又把牛奶打翻，他忍不住大吼，你到底能不能小心一点？就在吼出来的前一秒，他脑中跳出，我其实是累了，不是生他的气，是我太疲倦。于是他深呼吸5秒，改说，爸爸今天有点累，看到牛奶洒了真的很烦，但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。情绪没被吞下，但也没变成伤害。这不是控制情绪，是跟他对话。请记住，这套5秒钟的对话法不是为了让你变成没情绪的人，而是让你成为一个知道怎么和情绪相处的人。你不再是情绪的奴隶，而是他的主人。你不是要关门不见他，而是打开门说，你来干嘛？想跟我说什么？这5秒不是压抑，是释放；不是否定，是认识；不是演戏，是诚实。接育，每一次对话都是一次更了解自己的机会。你不需要完美的做对每一次5秒对话，但你只要愿意一次一次的练习，你会发现，你不再轻易炸裂，也不再轻易崩溃。你更能看懂自己的需要，而不是一味迁就或反击。你开始变得柔软，但不软弱。你变得更真实，也更有力量，因为你不再怕情绪来敲门。你知道，它是来帮你更认识自己，不是来打倒你。那个能在混乱中对自己说出我知道我在感受什么的人，才是真正成熟而自由的人。